继失去自己的大哥和小妹之后，麦克又失去了自己的二哥。在发现英佐娜因为阿赫的话动摇之后，西夏毫不犹豫朝阿赫开了一枪。他绝不允许这种人破坏自己的计划。既然现在原本的计划已经被武道打破，无法继续利用麦克，那他只能拿英佐娜当媒介了。所以试图劝说英佐娜的阿赫就成了他的眼中钉。事到如今，阿赫才后悔当初就不该让英佐娜和西夏接触，强忍伤痛朝西夏冲去，想亲手干掉这个搅屎棍。结果对方又连开枪，而这一次英佐娜竟然扑上来为挚友挡下的子弹，两人双双倒在地上。所有人都不敢置信，西夏质问英佐娜为什么要当仆人当子弹。英佐娜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怎么就突然动了起来，但他知道天竺已经彻底输了。阿赫破大防，这种话他可以说，天竺的其他人也都可以说，唯独身为国王的英佐娜不能说。一旦说了，他就不是高高在上的国王。明明他可以冷眼旁观，不管要牺牲谁都要创造自己的时代，而阿赫也心甘情愿为他牺牲。可英佐娜却说那不是他的时代，是他们的时代才对，因为英佐娜的身边只是阿赫一个人了。英佐娜又问麦克是不是真的想拯救自己，麦克告诉他他们是兄弟，那是当然的，他和艾玛都很喜欢真一郎，就像他一样。然而事实上英佐娜并不是他们的兄弟。那天他在街上偶遇了抛弃自己的母亲，就尾随母亲进了游戏厅，想要问他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过自己。那个女人却只是一边抽烟一边玩游戏，沉默了许久才开口说了句烦死了，然后直接告诉英佐娜他不是自己的儿子，而是他的前夫和菲律宾的女人生的小孩。那个渣男最后被小混混给刺死了。英佐娜不敢置信地睁大了眼睛，那他这些年对真一郎的感情又算什么呢？突然得知自己最敬重亲爱的哥哥原来不是亲哥哥，英佐娜当即跑着去找到了真一郎，一拳把哥哥打翻在地，哭着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真相了，为什么不告诉自己。真一郎承认了，就是那又怎么了，就算没有血缘关系，他们俩人的兄弟情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英佐娜无法接受这样的说辞，他明明可以忍受黑暗，如果一开始就不曾见过光芒，但真一郎让他体会到了幸福的感觉，让他以为自己也是被亲人兄长所爱的。结果这份幸福突然被夺走，就像是被人推入地狱一样。在英佐娜说出这些话的时候，阿赫就在墙后听着，所以麦克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兄弟，他会拯救他，在英佐娜听来简直太讽刺了。他跟他们三兄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最后英佐娜喊着艾玛的名字，永远的失去了呼吸。阿赫不停地呼唤他，却也没能把人喊回来，他便干脆和英佐娜并肩躺在一起，拉着他的手，向他保证绝对不会让他寂寞，自己也会很快过去陪着他的。不知不觉下起了雪，这场雪让阿赫回忆起了小时候。那天他跟英佐娜一大早起来就看到外面白茫茫一片，两人兴奋地玩起了雪，还一起堆了一个雪屋。英佐娜说这是他们王国的城堡，当天晚上就拉着阿赫做了一份机密计划书，和他约定在长大之前要实行这个计划，创造最强的王国。到时候英佐娜是国王，阿赫就是他的仆人，他们要让所有无依无靠的人来当国民，替他们创造容身之处。为此他们以后一字都不能说。那之后的两人也是像现在这样并肩躺在地上，怀揣着对未来的期待闲聊。英佐娜觉得如果自己是唐三藏的话，那阿赫就是孙悟空，所以他们王国的名字就叫天竺。结果现在天竺的国王和仆人落得这副下场，属于他们的时代也不会再到来了。阿赫和英佐娜都死不瞑目，深血的血逐渐汇聚到了一起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阿赫握住了英佐娜的手。看到这一幕的武道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麦克也默默扬起了头，心中念的就是真一郎的名字。然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向在场的所有人宣布这场抗争已经结束，不管是天竺还是东莞的人都赶紧离开，他会留下来收拾残局。小弱的成员有些懵逼，天竺的几个干部倒是反应很快，当即表示他们会留在这里，让麦克也跟着大家一起离开。毕竟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才把英佐娜推上位的，也该接受惩罚了。虽然现在想来，他们可能是向往英佐娜和阿赫的活法而已。灰谷哥哥合上了两人的眼睛，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大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他们还有一个人需要解决。第一次见到西夏这么怂的样子，注意到麦克正瞪着自己，吓得瘫倒在地，喘着粗气。麦克表示只有他一人，自己是绝对不会原谅的。武道也是这么想的，万万没想到半路上突然杀出个半间，骑着摩托车捞起西夏扬长而去。武道又惊又急，绝不能让西夏给跑了，不然同样的事肯定又会重演。而反应最快的阿坚已经骑上了摩托车，武道正打算坐上去的时候，突然注意到了日向。
不能把日向一个女孩子留在这种地方。麦克赶紧说自己会保护好日向的，两人这才出发追了上去。这是武道第一次将西校逼到了绝境，想想西校干过那些阿杂事，西校对他的恨意又上了一层。双方在大马路上展开了激烈角逐，眼看要被追上了，西校焦急地拉下半肩让他快点，结果把半肩拉得没握好把手，直接摔了出去。等西校回过神站起来的时候，发现武道就站在自己面前，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。武道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告慰之人，没想到西校这个怂货拔腿就跑。武道本来想追上去，可是他脚之前被子弹射中，这会儿想跑也跑不动。阿坚便背着他追了上去，就当是还了上次他被金将刺伤时的情。阿坚现在已经知道了西校就是幕后黑手，那就更不能让他给跑了。然而两人光顾着前面，就忽略了后面还有个半肩。这小子挥舞着铁棍就砸了上来，情急之下，阿坚甩开武道，用手臂挡下那记攻击。接下来他会将半肩拦住，让武道赶紧去追西校。没想到一瘸一拐的武道也能这么勇，竟然真的缩小了距离。但是西校最会玩阴的，提前在拐角处守株待兔，等武道一拐过来就一板砖砸在他头上。可惜他忽略了武道可是人形肉盾，人家不仅没倒下，还对准他的脸反手就是一拳。东京复仇者打架最菜的两个人开始互搏，这一次武道能否成功打败西校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